take you on holiday. 神经病，神经病。有钱人的话呢，他们都会在山上建宫殿、建房子，因为在山上的话你很难攻的，就像我们说占山为王，就是这么个道理。你要戴口罩啊！给我戴口罩呀！万年冰宫，少女峰宾馆的万年冰宫啊，今嘛咱给它进来对哈，这个走这一条冰宫隧道呢，其实是我觉得最特别的一条路哦，而且这一条路呢，走起来呢也要特别的小心特别的当心真的是比较刺激一点来，咱冰宫安尼个行出来到外口其实我前面有介绍到，在整个少女峰它整个游览的过程当中呢，有好几个点包括它的展望台啦，包括它这个可以看得到里面的冰宫啦，包括它可以看得到外面像这种冰河地形啦等等都可以看得到。从这一个寒冰终年不化的冰宫走出来呢，哇塞，真的是那种感觉很特别这一个镜头翕甲较近是有动物是不是？不然怎么把镜头拉那么近那你看这整个感觉就是不太一样所以呢，在走这种万年冰宫的时候呢，都要特别小心一不小心呢，你会变成里面的标本以前呢，这个冰宫来店呢，走起路来呢，也要特别的留意，因为很滑，非常的滑不溜丢壮阔的雪景、山景，你一定要亲自来到水书，来到澳洲上悬的这个水书国旗的所在他们家翕相来到这个山顶，你才会使感受到这个少女峰足水的景象印尼四季山顶的雪从来都没有融化过。到上面，我们刚刚看到前面那一个壮阔的冰河，这些都是少女峰它囊括的这个地形，包括在山上还有山顶的这个餐厅用餐等等那大家看这边我们准备坐车下山在这上面呢，其实要非常的小心真的要非常的小心。这山上呢，也些许会带有一些的那一种高山症候感觉出来但是还在可以接受范围的情况我去刮人少女峰每天都会有人有高山症的反应那很多人在聊到这个高山症的时候呢，高山症是什么反应呢？其实高山症呢，就是呢会有轻微感冒症状的反应你也干嘛些夸呢？神人有一点晕的啦轻度的都是这样子稍微有一点头晕的啦然后呢这个感觉不是很舒服啦那这些都是慢慢的高山症的症状也有一点想睡觉的情况那食欲也不是很好但是都是非常轻微的所以有一寡人去山顶呢的小块感受到讲有高山症的反映出来。高山症是发生在健康的人吗？还是不健康的人呢？我告诉你，高山症谁会发生？会怎么样发生？会在何时发生？不会有人知道的他没有办法去预测的，他也不晓得的所以你哪个关山顶管的时候，预防高山症最好的方式，除了很多人讲说吃一些那种红景天等预防高山症的情况之外呢，再来就是你在关山顶管的时候呢，你所有的动作更慢的来你所有的动作都必须放慢下来
我知道很多人爱爬山，也很多人呢挑战台湾的山非常的多哈。所以有当时你到外国时，你会感觉讲啊，普通时阵我咧爬山都无问题，普通时我咧行下都问题，我身躯勇敢啊牛咧吼。啊，到要紧的无可能啦，我无可能有高山症啦吼。所以他到了山上的时候呢，他忘记了哈，第一个哈，山上气候多变化哈，还是要小心一点哦，不是你身强力壮的问题哦。第二个就是说呢，你的动作并没有放缓下来哈，你动作不变慢哦，你照你平地速度呢，你这动作吼啊，有当时你到较悬的所在，你就小可感觉感冒，你个感觉啊，迄个感冒迄不要紧啊，迄个困一下就好啊哈。很多时候因为这样子的方式而产生，你真的带来自己拥有高山症，你不晓得哦。那当然还有像什么肺水肿啊等等啊哈，所以高山症其实它是一种疾病哦，它引发出来的这个小问题呢蛮多的哈。那你说它严不严重呢？你可以说它休息一下就好了，但你也可以说它严重起来非常严重哦。那所以每一个人哈到国外时要特别的留意哈，也有一个概念哦，就是呢它并不是不会发生在健康的人身上，它也不是对年轻人没有影响哦。其实它是有影响的，只是它如何影响呢？目前还没有人可以得知哦，会发生在何人何时的身上啊。那刚好来到少女峰的时候，顺便一提这件事。那我们从少女峰山上下来之后呢，咱就来到这个所在，叫做因特拉根啊，因特拉根哦。这个因特拉根的小镇呢，其实呢，也就是赫有名的一个观光小镇哦。这个观光小镇呢，在这个广场上面呢，你可以看得到各式各样的瑞士精品哦。你买在看到所有随时要去小路风的车啊，拢是对遮坐起来的。这个路上呢，你也使发觉到，这个像马车啦，对这个天顶飞落来的滑翔伞呐，哦，包括这个风景优美、山景，甲这个足复古。足有瑞士山城的这个街仔路啊，吼，还这规个吼，安尼融合在一起呢，真的是很漂亮。当然它这个地方唯一一个缺点就是我说的，它带有浓厚的商业气息，那没有办法了哦，这是一个完全没有办法的事。为什么？因为这里已经是太受欢迎、最热闹的一个景点哦，所以你已经没有办法说哈，去控制它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非常热闹的地方哦。那在这边呢，你可以看得到各式各样爱好户外活动的所有的人，大家哈，骑脚踏车的啦，做任何运动的啦，拢有。所以这就是真有名嘛，真水这个因特拉根哈。咱今麦行入这个瑞士的 cheese 锅哦，来体验这个瑞士的 cheese 锅，来体验看看这一餐，看看什么叫做吃 cheese 锅。cheese 锅就是这样哈，这是瑞士当地的一道非常著名的菜，但是呢，很多的人假北哈啊，想到他把这个面包呢沾了这个正在煮的 cheese 呢，按你撒开来加起来假北哈啊，但是这是瑞士名产哦，你来你不吃又非常的可惜啊。You're on holiday! Yeah, that's what I want to hear. You guys are on holiday, right? 烦死了！所以下袂下呢，一定是重点啊！重点是啥呢？重点是你来瑞士，你要吃这味的，真的哈，就好像少了一位，少了不知道哪一位一样啊！记错过！ 我们都晓得你的那个 Scary! 破你的梗了。Hold the bell, honey. 很重。Hold the bell, honey. 手去弄，不要拿 Yeah, use your whole hand. 手指很重。Watch the camera there. Watch the camera. Now ring the bell. ，It's a real cowbell. 很重。
哦，那个。厉害不？哦，你甲看这个餐厅的人哦，哇高这个带动气氛的好啊哈。所以这个气氛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哈。旅游当中哈，很多人说哈，旅游好耍啊不好耍，我觉得哈，旅游我觉得最大的重点哈。这个重点哦，你看这个景色有水吧？哦，连我家里的这个配音呢，在看的这个影片，我都觉得好漂亮哦。我说哈，这个其实气氛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哦，有几个开心果啦，放开心胸的啦，不要有太多包袱啦，哦，真的这样子的玩法呢，在旅游过程当中就很快乐。你像在欧洲。很多时候你上厕所是要钱的，但是有的商家呢，他很会做生意啊，也干嘛不要给拿的好你凶了，这个怪了哈。有时候一上哈，人们呢就怎么样，就很自然而然的哈，我们就会怎么样，会很开心啊。为什么？像刚刚本寿这里哈，拍摄啊，得个胖丢这里哈，所以呢，看你怎么做事情哦，啊。我会搞餐厅这个老板很会带动气氛呢，就会让大家留下非常美好的回忆哈。甚至呢，虽然这一餐假料无下咱的口味哈，当然啦哈，少年人接受这个风味餐哈较强哈，中老年人接受风味餐的那个接受度会很低哈。但是其实我们换了一个立场哦，你来到瑞士，没有吃过这个，人家还笑你嘞哈。来到这边没吃这个哈，你俩去讲一句讲。食袂好，我想要食，人家笑。你出国要怎啊？你出国你不体验哦，你无菜你开下这钱哦，在那边不体验一餐哦。如果当然你换了一个立场去想，他说食这要怎啊？食袂好我无爱吼，这顿食得袂好我无欢喜吼。哇，那完了，那这个旅游过程当中呢，就变成了有包袱了，对不是？是不是哈？有的出去这个昂阿沃我曾经有看过那个夫妻一对出去哈。出去呢不是吵吵闹闹而已哈，老公老婆呢管东管西呢哈，放不开哦，反正出去的时候呢，原本在家不吵架的，出去吵架了哈，所以后来越来越多单身的男女喜欢自己一个人出来找志同道合的伙伴哦，所以我感觉这也是对的哈，旅游真的哈，你不要背太多的包袱在你的身上哈，就是放开心胸去玩它，用心。去体会它哈，去接受它，接纳它。当旅游过程当中，你得感觉足快乐的哈，你得感觉讲看了心足好耍的哈。所以我讲哈，团队当中有几个开心果，你会觉得好快乐哈。到这个餐厅其实呢，老板很懂得带动气氛，那也很快乐哈。这个就很简单了。台上表演的人呢，导游领队讲的再好呢，底下静悄悄都没声音哈，只会想到自己的时候呢，这下完蛋了哈。这上面表演的人呢，他们底下没有掌声呢，怎么表演的都有限了，你说是吧？哈，来，那今晚呢，离开的这个 Interlaken 准备前往下一个景点喽。原来就是说，他们这个有钱人的话呢，他们都会在山上建宫殿、建房子，因为在山上的话你很难攻呢，就像我们说占山为王。就是这么个道理，因为在原来的时候火炮还不是很发达的时候，你要从下面攻上去是比较难的。当时呢，只要就是说有势力的有钱人的话呢，他们都会就说把自己的这个宫殿盖得比较高的地方。欧洲的边境国家非常的接近新密。欧洲因为它带有一个特殊的地理环境就是国与国之间的距离呢，因为也很接近了。那因为国与国之间的距离呢非常的接近，所以就在于你跨国与国之间呢，你就可以看到非常多美丽的景色，甚至呢，可以呢在同一个陆地当中
跨越不同的景色甚至带来了不同的震撼的感觉。这就是欧洲多国之旅那欧洲的多国之旅呢，其实呢也很见仁见智的去玩它有的人喜欢单国的深度之旅有的人喜欢欧洲的多国旅游。其实这两种旅游呢，无论你选择的哪一种的旅游方式呢，都是 OK 的，也都是我觉得可以接受的就端看你喜欢什么样子的菜色那今晚呢，咱来到水苏跟法国的海关水苏跟法国海关，这个海关呢，现在呢，其实当然它没有像其他国家来的那么严格这些海关当中呢，你还是可以让你知道跨越国家的还是可以让你知道跨越国家的虽然现在几乎都是欧盟国家呢，它尤其是瑞士、法国这种，它不会管很多的但是呢，为什么你经过还是要稍微停靠一下呢？第一，爱好你知影，今晚来到对啊。第二点是啥哦？第二点我今晚讲给你听第二点是啥？比如讲，你对瑞士要到法国的时阵呢，那第一个，瑞士进来的时候呢，你必须买它年度的这个票券。瑞士的公路它是不收钱的，为什么？它不是一段一段收钱。瑞士的公路呢，它是进来的时候你必须买它1年份的这个行驶路权。那到了法国的时候又不一样，法国它就像台湾一样这一段要收钱，那一段不收钱，这一段要收钱，那一段不收钱所以当你到了法国或瑞士的这种交界边境的时候呢，你从法国要进入瑞士，你得怎样你必须要买1年的路权那你从瑞士再离开到法国的时候呢，你就知道现在你是一段一段的在跟你收钱所以有设立这个海关还是很重要，尤其是呢，现在我们一路连着这个阿尔卑斯山山脉的路线走所以有时候如果不讲的话呢，也不听语言的改变呢，你不知道你来到另外一个所在因为在这种国与国之间的交界处最不容易分别的是，在法国跟瑞士的交界处，瑞士的人会讲法语，法国人呢也会讲一些瑞士法语来，我们现在来到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法国的白朗峰。这个白朗峰上面有一个叫做南针峰，这个南针峰呢，将会是我们来到了所有阿尔卑斯山山脉当中最高的地方。白朗峰海拔4800多公尺是澳洲的最高峰就4807公尺了那这个山上呢，一样跟这个笑路峰雪港终年积雪。法文的这个白朗的意思呢，就是北些个山的意思。而白朗峰也就是我们常常看到万宝龙它后面的那个 mark 不要这个山的 mark， 这个 mark 呢就是白朗峰就是欧洲的最高峰白朗峰的滨海山谷的景色呢是世界级的美景当天加是滑雪胜地夏天呢这里是户外活动的好地方而且它跟少女峰最大的差别在哪边？我可以告诉你，你来到这边，第一个可以感受到就是物价的差别这个法国的物价就比较便宜没有像那个德国那么夸张那白朗峰除了攀登之外呢，当然呢，通常以搭乘缆车的地方上山从缆车站上山，换2段缆车登上了南针峰。第一段呢，对海拔1000几公尺的缆车车站呢，出发到2300几公尺的所在呢，时程差不多10分钟那这个景观呢，看到的全部都是霞慕里的山谷全景茂密森林随着高度而转变的景象呢，让人家来到这边呢，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所以说这一趟这种山峰之旅哪山峰呢？就是到白朗峰啦，到少女峰啦，哇！如果再加上铁力士山呢，这叫三峰不用说铁力士山，光是白朗峰跟那个这个少女峰就值回票价
那来到这边呢，这个有没有感受？又跟前面的3不一样哦。今天你家己清楚来到家的知这个德瑞这条路线呢，小王共轨其实我每一年都会推但是它真不好推其实这个地方呢是虽刚好好你哇，真的是会觉得人生值回票价，非来不可但是很怪反而这么美丽的景色呢，你却没有看到在报名上面的热络程度呢，不像其他的那个欧洲国家。其实我自己现在也不是很清楚为什么，不知道是知名度不够高呢，还是很多人认为瑞士他来过的呢？就像呢法国的南部南法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漂亮那其实在推展的时候呢，报名的那个热络程度呢也没有很高，也不太晓得为什么那不知道是不是知名度不够高。那我们现在来到南针峰的景观台，标高3842公尺，这里是最接近白朗峰的观景台南针峰其实是一个叫做观景台从这个地方呢去看什么？去看这个4000多公尺高的这一个白朗峰哇，你看这工作人员背个呀管那个真正这工作人员攀登人员背个呀管的不简单所以咱也在看了白朗峰附近的景色然后呢在这里呢爬到这个这么高的山上呢，反而显得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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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安静那在这里呢还可以这里非常非常多的登山客呢，喜欢挑战这个欧洲第一高峰所以来家登山的人比小路峰更较多来感受完全不一样。它这里没有像少女峰来的人潮汹涌比较安静一点你看这个就是登山的这里是登山这里没有像我刚刚所讲的少女峰的那种景色但是还是不错的，还是不错。所以我说有时候呢，你看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其实不是工作人员，这一路上全部都是攀登白朗峰的登山客那包含这里也有很多玩滑翔翼的人所以我讲，其实有时候你说私房景点我哪来的私房景点没有什么私房景点这些景点是国际景点有时候真的，小王在这个自己的节目当中呢，其实有好多时候，都会觉得很多的地方非常值得的发展然后甚至呢值得来一探究竟来丰富你的人生阅历其实有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市场在哪边我们只是希望创造一个市场出来，我们只是希望让大家看看全世界各地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当下呢，它并没有太大的商业利益我常讲如果我要有商业利益呢，我早就接做这功课卖药啥我都做但是我就没有我希望呢，它还是有一个做旅游节目的感觉呈现给大家，让大家觉得呢，哇，在这个世界上原来这么大，还可以看看更多不一样的地方下山这一次我们有上来今晚的下山了，这是霞慕里小镇这霞慕里小镇我也很喜欢它其实跟因特拉根很像真侪人讲一句话讲先到欧洲上悬的白朗峰欧洲上悬的白朗峰，甲这个水的因特拉根呢无同真侪人咧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他们两个不一样？他们两个不一样在哪边先到伊无少女峰来的。这么多的人潮带来那么多的商业利益，为什么它是欧洲的最高峰？理应该是上盖有名的对当然这个要归咎于
瑞士的人太会行销包装了啊。所以瑞士他们当时呢，在行销包装他们自己的这一个山峰的时候呢，包装的太好了。再加上呢，因为小路峰呢，他做的这个登山的缆车，3段式的缆车呢，火车而不是缆车呢，做的太美好了。所以呢，导致成呢，霞慕里、白朗峰这个地方，霞慕里这个小镇呢，跟因特拉根小镇呢，太过于接近了哦。那很多人当然会说，哇，瑞士哎哈，所以呢，整个风头呢就被这个瑞士所占走了哈。那实际上呢，来到霞慕里，你会发现它跟因特拉根最大的不同点在哪边？我告诉你，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呢，霞慕里便宜比较多哈，真的哦，那个物价落差还是有的哦。所以你说问我喜欢哪一个，我告诉你，这2个地方我来过很多遍了，我一直都还是爱不释手啊。如果有很留意的话呢，你会发现呢，这个虽然都在阿尔卑斯山哈，但是你嘛是会在感受到因无相同的所在哈。法国的霞慕里啊，法国的空气味道跟瑞士不太一样哈，多了一点浪漫的气息啊。这个街道呢，也不太一样哈，有像一些法国不拘小节的浪漫气息哈。瑞士它比较工整哦，瑞士人工作哦。那再来呢？这一个法国人呢，动作非常的优雅哦，非常的浪漫哦，速度啊非常的慢哈。那对咱台湾来讲哦，咱台湾人哈，其实呢，可能是也是民族性的关系哈，台湾人很喜欢哈，不是说全部啦哈，就是常常出去会遇到哈，我们台湾人呢，因为可能生活在这种压力比较大的这个国家里面哈，所以咱生活的这个速度较紧哦。上介简单的就是吼，拄到服务人员啊，咱就感觉讲我等遮排遐久啊，你无要赶紧来搞服务哦。所以我们常讲台湾这个是好处哦，服务效率很快，但也是变成它的致命伤。什么叫致命伤呢？因为台湾的这个民众被养坏了被很多的这一种那个叫什么行业养坏了台湾的服务业真的也是算很棒的所以我当下变成是我们到了国外的时候，反而不太能够适应外国老外的这些动作在法国人的动作呢，慢慢来，服务完一道可能在这一天代志尔无法度一心二用。所以你来到欧洲，你来到国外时，你看到阿斗甲你找你钱的时阵呢，一定一张生活清册踮你的面头前又不像咱台湾安尼一堆拿去都算好啊心算好了。老外不一样1块2块1张2张的好好的放。那你注意看日本人你找你钱就无共日本人你找你钱的时阵呢，伊会一手抱你的手一手呢放伫你的手顶管伊惊你加落去所以伊个会甲手放伫你的骹所以你甲看民族性无共做的代志都无共。所以日本人伊咧找你钱的时阵呢，你注意看伊若找你900块好伊会一张算好一贴安尼放伫你的手顶管然后呢，他手还会扶着你手下面，他怕你掉了。等到他把纸钞放给你之后，他再把这个零钱呢再拿给你，因为什么？他不会把纸钞跟零钱一并的拿给你，因为一惊你按你撒起去呢，铜板就会掉。大家可以留意看看但是你注意看呢，台湾的人讲求速率，所以以后你的钱你剩好铜板跟纸钞一并的拿给你，对不对？再来，你到了欧洲再看看那些阿斗他要给你钱的时候，他是一张一张一张的放在桌子上点给你看摆给你看，摆给你看了之后，数完了没有错的收起来你给你收起来铜板也是一个一个放给你看所以你看是不是民主性就不同不一样的民主性制造不一样的国家环境，不一样的民主性呢，做出不赶快的代志，不一样的民主性当然就创造不同的人文风情。这个也就是我们旅游世界所得到的感受，所了解到的，把好的带回来，
传达给台湾的人哦，啊，把不好的我们台湾自己不好的把它摒除掉哦，这才是重点嘛。所以看了那么多，你觉得呢？光是一个小动作就可以感受到不一样。所以有的人给他讲，哎呀，那，在念说这个国家怎么没什么好念的呢？大家把那个鹅肝涂在上面，鹅肝，对，涂在这个热的面包上面，然后这么吃，会很好吃。你知道吗？在霞慕尼小镇这个小镇里面当中呢，这么小的小镇里面就有3家的米其林餐厅哦。那当然了哦，这个米其林呢是从法国出来的哦。这么小的小镇，哎呦，顶扣口误门哦。很多时候这个剥一嘴哈，鸡嘴去哈，拢黏你这个米包丁馆哦。刚是哈，没办法哈，老外吃的面包就是这样全麦的哈，很营养，但是也很硬啊，硬邦邦的。有没有好吃吧？每一个人的感受不一样哈。面包这种杂粮式的面包，这种硬邦邦的面包，伊无放什么化混气化的，所以价格就顶的。它没太多的加工的人工色素在里面呢。你看看它的那个餐厅啊，真的你看一道甜点要有几道的功法去做它然后再来呢，一道甜点当中呢它的摆设漂不漂亮把它摆设的非常的漂亮那色香味俱全，来的就是这样所以你说它值不值得吃？它好不好吃？它要不要吃？哇，这个就是又很见仁见智的这个就回复到小王桃前面讲的再把它转回来到这边，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就是千万不要用自己在这个国家，自己在你家里面自己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很头痛的这个世界呢，怎么看呢，都是属于你的世界是大家的世界是宽广的。所以我头前在讲，对这个着急，对这个让你做米其林餐厅这个动作，从他们的行为、他们的动作，其实这才是旅游当中的体验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这个找钱的动作，这种观察、这种体会也算旅游的一种你让观察完毕之后呢，你也会觉得很开心，是吧？你也会觉得哇，这个真的是很特别的一种感受。法语当中是用在古代法文中，它就是岩石、石头的意思。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城堡它是用许多的这个石块搭成的。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城堡是不是之前有做过功课啊？它有1000年的历史了。哇，1000年了？对，它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它有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萨瓦伯爵统治的时期。他和大家一样被这里美丽的湖光山色所吸引了，决定把他的家人安置在这里。在当时呢，从法国通往意大利只有这一条通道。他在这里建立城堡呢，他就是向来往的旅客收什么呀？要想从此路过，留下买路钱。留下买路钱。对。所以呢，他在这儿赚了很多的钱。他为什么可以在这儿建城堡？因为他是王室贵族。他手里有权力，所以他在这儿就既能享受这周围美丽的环境，又能够赚钱。接下来他有第2个阶段，是伯恩人过来攻打沃州，把这个萨瓦家族就给赶出去了，他们占有了这个城堡。这是第2个阶段，一直到1789年，然后由沃州人民起义把伯恩人又给赶走了，所以这个城堡一共经历了3个阶段。接下来我带大家去看一下城堡的模型。我出题一些问题，大家尽量回答，回答错了不要紧，是为了给大家增强记忆力啊。这儿呢就是这个城堡的模型。
大家有没有疑问？它为什么摆放的不太端正？如果它端端正正的，它应该这样放的。现在它是斜着放着的，是为什么呢？地线的关系是不是？对，为什么它斜着放？地势的关系。对，它这是这个城堡实际的坐落方向，它的走向就是这样的。哦。那大家再看一下这个城堡的模型，它有点象征，它整体的这个形状像是没错，它像一条船。这个船头呢，它就指向蒙特勒，船尾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这个地方插的有红旗，大家可以看到。哎，对。刚才进来的时候，大家是通过这个桥进来的。对。当年呢，这座桥是一座吊桥。人们进来之后呢，把这个桥吊起来，甭想进也甭想出的。这个城堡呢，我们分两边看啊，这边是面山，另外一边是面湖。咱们中国的风水里讲，这也是绝佳的风水啊，背山面湖。它面对山的这边呢，我们可以说它是一座军事堡垒。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看这个城墙上，它没有窗户，但是有大大小小的孔，是用来干嘛的呀？用来射箭、打枪。有敌人来进攻的时候，往下泼热油、泼火炭，是用来抵御敌人的。还有它这3个圆形的这个宝塔，对，它这边是个护城河。其中有这3个，它也是防御性的塔啊，是半圆形的，大家可以看到。然后中间最高的它是主塔，站在主塔上面环顾四周，哪里有敌人进攻，我们看得清清楚楚。然后我们再看面湖这边，面湖这边大家看到它是有窗户的，对，因为它景色无敌的湖景，非常非常的美，它就用来居住，用来办公。这个石雍城堡它非常出名，它是世界10大著名城堡。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仅是因为它美丽的这个湖光山色，它是王室贵族的宫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是一座中世纪的监狱。不单单只是摆设，它里面是有酒的。对，大家闻不到酒香吗？非常淡的一种葡萄酒香。对。